家好，欢迎收看庞观华尔街视角。星期一美股走势是非常审慎，低开低走。虽然盘中是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探了新高纪录，但是收盘时又呈现一个小幅下跌做收，而且只有道指的其中的这个交通类股指数创了历史新高纪录，并且是保持在新高纪录这个价位。市场现在关注的呢，当然是这个星期开始的公司盈利的消息。那么这个季度的公司盈利消息，据一些专家表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会包含疫情对美国的一些公司的这个营业状况的一个真实的反应，以及呢，这些公司能够对今后预期他们的股价和收入如何呢，对前瞻的一个展望。所以投资人都是在静悄悄的等着这个公司盈利消息出台之前，看怎么样做好这样一个心理准备。今天呢 Sam Stovall 分析一下，他认为这个公司盈利到底会对市场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On March 31st, analysts were expecting the S&P 500 to post about a 14.5% year-on-year gain in first quarter earnings. Now that estimate is 15.5%. So there's already a lot of optimism being built into earnings reports for this first quarter, and second quarter is expected to be up more than 50%. So I believe the bar is set pretty high, and so as a result, it could end up being a tailwind if we don't get even improved earnings from here. 联邦储备局主席鲍威尔在这个周末在 CBS 的60分钟节目当中对经济也进行了一个评价。投资人认为他似乎是有一个放风，开始承认美国经济会出现下半年强劲的增长。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为今后量宽收窄，或者是提前提息先打一个预防针呢？虽然是鲍威尔本人是反复强调联储不会及早提升利率，因为现在疫情还是在发展过程当中，尽管疫苗现在已经开始广泛的接种，但是并不能说我们就掉以轻心，觉得疫情不会再对经济造成一个影响。那 Sam Stovall 为我们解释一下他怎么来看联储主席的讲话以及今后的经济成长的状况。I think he was speaking in a sense out of both sides of his mouth. On the one side, he was saying that we're going to leave interest rates alone until 2023, which is the current projection. But at the same time, he was acknowledging that the economy is growing quite rapidly, and he expects the growth trajectory to be pretty high. Obviously, the caveat is whether we have an additional wave of COVID that could slow things down. But I think he was even sort of floating a trial balloon to see how the markets would respond to his acknowledging that economic growth expectations are likely to improve. 我们都知道晶片现在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很多公司呢现在都因为晶片短缺，所以就开始停产，或者是部分停产，或者是降低产量的预估。那么晶片为什么会成这样一个严重的大问题呢？也是由 Sam Stovall 为我们来分析一下。Well, I think the problem was so big mainly because of the supply chain disruptions, not only in terms of the people not being able to go to the factories, but also having the customs situation slow down the delivery of these chips, etc. And so I think it is a concern, but I equate it to agriculture. If there's a shortage of corn or wheat one year, they overplant the next year, and then you have more than enough in the future. So I think that from a semiconductor perspective, this is likely to be a short-term problem. 最后我想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读到一些新闻当中谈到的有关比特币方面的消息。比特币当然今天早晨一开盘的时候呢，在美国的这个交易市场的时间曾经上升了 2.6%， 冲到了61,229，上探新高，随后呢又出现回落。有券商表示，接下来这段时间比特币将会是热门消息，因为在这个星期的大概是星期三，一个比特币交易平台叫 Coinbase 将会直接在纳斯达克上市。Coinbase 现在可以说是这个散户以及机构投资人通过这个平台进行交易比特币的一个最大的平台之一。那么 Coinbase 表示，他们在第一季度的实际上营业额收入已经是达到了18亿美元，只是在
3月份的整个的交易，就是比特币买卖的交易的金额达到680亿美元，所以看这个公司的业务状况和盈利都是非常扎实的。不过有券商提醒投资人，尽管如此，比特币这家公司的叫 Coinbase， 它的交易符号将会是 Coin， 上市之后，投资人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因为估计它会很高的估值，因为很多人都看好数码货币今后的这个增长的空间，所以呢，有这样一个很大的平台上市，业务又是这么稳定，收入又是这么好的话，那应该赶快的参与。可以参与，但是要非常小心。在刚开始原始股上市刚一开始的时候，往往在散户没有经验的散户，以及没有其他的一个得到一些专业消息知识的散户来说，最好还是先观望一段时间，因为它会出现相当大幅的震荡，也就是机构投资人买进以后会大笔的卖出，那有时候就会被套牢，要想再返回去，可能要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然Coinbase 也可能不用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毕竟还是一个风险性很大的。不过有券商表示 ，Coinbase 的上市可以证明比特币的交易将会跨入了监管、透明、普及的这样一个阶段。如果这个阶段逐渐展开的话，比特币或者其他的编码货币的交易将不再是一个谜，也将不再是只是对技术很懂行，而且是专业很懂行的投资人了。也就是说，比特币和其他的编码货币逐渐的就成了一个看得见、摸得着，距离我们散户投资人的这个距离呢不断拉近的一个可以投资的项目。实际上，有很多散户有经验，或者有胆量，或者是有这个资历，或者是有承受风险能力的这些散户投资人，早已经就持有比特币了，或者其他的一些数码货币。不过呢，在这个数码货币的前景还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据联邦储备局主席鲍威尔在这个周末的节目中也表示，对中国的人民币数字货币加以高度的关注，正在研究将会对美元以及对全球的金融系统有什么样的一个重要的意义。所以，作为散户投资人来说，在这个空前的这个支付系统大变革情况下，是做旁观者还是做参与者，当然要根据您自己的情况量力而行。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谢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Many warriors of vow, casting down any among us who have bucked and cowed. Enough with tyranny, we come to take our country back. For all citizens, white, red, brown, or black. Return her to a former glory, fix their bloody crack.